一个乡下木匠拿个破木盒就想娶我女儿。满仓，你也别怪我妈说话难听。我说错了吗？房没有，车没有，存款也没有，就一双刨木头的手。年轻人，婚姻要讲现实，你这条件确实差了点。别捡了，这种东西拿出去都丢人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满仓，我们不合适。明白了。早该明白，癞蛤蟆就别做凤凰梦。相亲爽了。这还用问？陈满仓的条件，谁家姑娘愿意嫁？请问是陈满仓先生吗？你是谁？王明正，海外遗嘱执行律师。找我做什么？陈先生，您大伯陈广义先生的遗产需要您签收。按照遗嘱，您将继承陈广义先生名下全部资产。多少？1200万。你确定没找错人？陈满仓，身份证号、户籍、亲属关系全部核认无误。陈先生，您就是唯一继承人。您大伯陈广义先生旅居海外多年，3年前立下遗嘱。大伯很多年没回来了，但他一直在关注陈家后辈。这3年里，陈家不少亲戚都向陈广义先生开口借过钱，要过钱，甚至有人以亲情威胁。只有您从未主动联系他要1分钱。我以为他不记得我。他记得，满仓这孩子手艺干净，心也干净。若陈家还有一个人值得托付，就是他。如果您确认继承，需要签署文件。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？目前只有律所、银行和您本人。保密。您不打算公开？今天我刚明白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人看你的脸色，很多时候不是看你这个人，是看你口袋。陈满仓什么时候认识这种人了？陈先生，后续资金会转入您指定账户。师傅，我听说你相亲，谁打的？不重要，这是什么？以后你会知道。我跟你们说，陈满仓家门口刚停了辆大车，下来个穿西装的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陈先生，资金已全部到账。您是否需要安排理财顾问？先存着。老板，不看看新的？能拉木料就行。您倒实在。木匠用车，不是开给别人看的。还以为买啥好车呢，就这。估计借钱买的吧。还疼吗？习惯了。这种事儿也能习惯？木头挨刀才能成器。你又不是木头。你们是没看见，昨天那辆车黑亮黑亮的，下来的人西装革履，还给陈满仓递文件。他一个木匠能认识啥人？说不定他大伯在海外给他留钱了。爸，我觉得陈满仓肯定有事瞒着咱。他大伯那只一直觉得自己比我们强，那咱去问问。不能问得太直，亲戚嘛，要先关心。满仓啊，二叔来看看你。二叔有事儿？没事儿就不能来，咱可是亲属制。听说你前2天相亲受委屈了，二叔心里也不好受。都过去了。昨天来你这儿那人是谁啊？穿的挺讲究。木材供应商。供应商开那种车？来催货款的，气派点儿，催账也有底气。
你欠人钱了？买木料、买车，哪样不要钱？也是，二叔还以为你发了什么财。我要真发财，第一个告诉二叔。那当然，一家人嘛。这刀不错，二叔拿回去削个竹片，用2天。行。一个小木匠，还想跟我藏心眼儿。关键说，我觉得满仓那小子真有问题。这一刀也太稳了，心不稳，刀就歪。那小子肯定发财了，那就让他给村里老祠堂尽点心。他大伯在海外有钱，凭啥只便宜他一个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不是图他的钱，是老祠堂年久失修，得有人带头。对，是让他给老陈家争脸。先别说多，30万。30万，修祠堂用不了这么多吧？门脸、地皮、屋顶、摆设，哪样不要钱？再说了，满仓要是真有钱，让他出点也应该。师傅，他们商量让你捐30万修祠堂，你就恩？修祠堂可以，账目公开就行。怕的是他们不想公开。你早猜到了？有些人闻到钱味儿，比狗闻肉还准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让他们来。明天到老祠堂来，大家商量修缮的事儿。他要是不认呢？哼，年轻人最怕被人说忘本，到时候当着大家面压他。满仓啊，老祠堂要修，你该带个头。带多少？30万。修祠堂还是盖新楼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预算公开，票据公开。我们这些老辈还会贪这点钱？那就更不怕公开。满仓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家是让你给老陈家争脸，你别把话说难听。二叔，我一个木匠哪来30万？你大伯在海外那么有钱，你少装穷。大伯的钱是大伯的，什么时候成你们安排我的理由了？你这是不给祖宗脸面！祖宗要的是后人堂堂正正，不是账目不清。他们刚才那脸色，像要吃人。急了才会露相。那30万你真不给？祠堂该修，我会出，但钱不能进他们口袋。满仓哥，有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吗？你还在做木工啊？手还在，就做。那天饭局的事儿，是我妈说话太过了。你呢？我当时也难受，可你知道，我家里一直希望我嫁得体面点儿。所以我不体面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这几天想了很多，满仓，我们也不是不能重新开始。师傅，茶。
这是你徒弟？是。那我改天再来。我觉得他真可能有钱。先稳住他，真有钱就谈，没钱就算了。他们相翅膀还有动潜力呀。你不生气？他已经给过答案了。那你什么感觉？木头比他实在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发财了？不确定。不确定就继续试。一个木匠，心软，好拿捏。满仓啊，你可得帮帮嫂子。嫂子，怎么了？你侄子要结婚，女方那边要准备一笔钱，我们家实在周转不开。你现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帮帮亲戚怎么了？要多少？先借20万也行，后面不够再说。嫂子，我最近也困难。你困难？车是贷款买的，木料也是赊的，我正想找亲戚周转。你不是买车了吗？买来拉木料，不是享福。看你没钱还问我要多少，耍我呢？我只是想知道你们需要多少。我看你就是不想借，亲戚遇到事儿你1分钱不出，以后有事儿别指望别人帮你。来借钱的人比欠钱的人还凶。他不是来借，那是来干什么？来确认我有没有钱。二叔，他说自己欠了10几万贷款。单据你看清了吗？看着像真的。他越这样，我越觉得他在装。那怎么办？逼他再露一次。你真铁？他们想知道我有没有钱，那就让他们知道我缺钱。陈满仓还真欠钱啊！怪不得买2手火车。刚才那是你3堂北吧？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亲戚怕我借钱，比怕我发财还真。师傅，播放量破万了。破万是多少？就是很多人看你做木工。有人问能不能定？能。那我们就试试。大伯，您说的品性考验，我以前没懂，现在懂了。人心真得穷一次才看得清。爸，万一他真没钱呢？他去过省城银行，又有律师上门，不可能没事儿。那他贴告示干啥？是我们去查他那车到底怎么来的。陈老，我听说你们村东头那片老宅位置不错，你想做什么？民宿项目，要是能整片谈下来，村里能发展，你也有面子。这片要是连起来做成乡村民宿，很有价值。这里麻烦点儿。谁家的？陈满仓，就是那个木匠。他愿意搬吗？年轻人脸皮薄，村里人一起劝，总会松口。这事儿办成，村里好处少不了。快递我拿下来，项目就缺一角，我来想办法。
师傅，那屋是我爹娘留给我的。翟几弟有登记资料吗？有。那他们抢不走？法律上抢不走，可他们会用人情压。满仓那院子要是真谈下来，补偿不少吧？他不愿意，就让大家觉得他不愿意村里发展。就说他发财了，还挡村里财路。想动老宅，就别怪我翻脸。满仓，坐二叔旁边。听说你最近跑省城挺勤啊？还买车了，生意做大了吧？正好，二叔，我想找您借5000块周转。一家人也得量力而行，二叔也紧。明白了，那我不为难二叔。录到了。他说的挺清楚。他不是没钱，是不想你真缺钱。我穷的时候，他们怕我拖累；我富的时候，他们又怕我不分。满仓啊，上次饭局是阿姨话重了。年轻人的事儿嘛，也不是不能再谈。怎么谈？彩礼、房子、车，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。正好，我最近缺10万周转，你们能不能先帮我？你找我们借钱？不是说重新谈吗？一家人总要互相帮衬。满仓，做人别太算计，借钱就是算计，开彩礼名单就是诚意。彩礼是态度，你借钱算什么？小曼，你怎么想？满仓，你要是真这么困难，我们可能确实不合适。所以我有钱才合适。走，浪费时间。年轻人，路别走太绝。现在全村都知道咱们又上门了，他要是传出去，咱家脸往哪儿放？爸，是我们先去。你还帮他说话？爸，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彻底清楚了吧？清楚了。难受吗？比木刺扎手轻点儿。陈满仓，白纸黑字，你欠我10万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时候借的？你和小曼谈对象的时候说买木料周转，现金还是转账？现金。在哪儿给的？我家。有见认人吗？你少给我抠字眼儿，签名在这儿，你就得认。原件留下。你想干什么？做笔迹鉴定。乡里乡亲，至于闹这么正规吗？你们拿借条上门的时候，不是挺正规吗？小曼，你知道这张借条吗？小曼一个姑娘家，懂什么借条？既然你说是真的，就留着鉴定。鉴定就鉴定，我怕你。爸，那签名不是他的，对不对？你懂什么？他不低头，我们家以后怎么在村里抬头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陈满仓外面有不明债务，木工馆快撑不住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自己门口都贴告示了，还能有假？刘翠花在外面乱说你有不明债务。苏小姐，我订的鲁班佐先缓一下吧，听说你们那边经营不太稳。已经有人退单了。退了几个？3个。记下来。你怎么还这么冷静？嘴上的东西吵不清。开直播，让手艺说。这是手工起线，重1分会裂，轻1分不显纹。这手稳的可怕。
谁说他快倒闭？这不是普通木匠吧？陈满仓，你在网上装什么大师？翠花嫂子，我们在直播。你直播怎么了？大家都看看，这人亲戚有难不帮，还在这装手艺人。嫂子，我说我也周转困难，问你能不能借一点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你没钱还问我要多少，耍我呢？你们等着！半成品不卖。师傅，人家出10万。没完工的东西不能交人。大家看，这里不是机器刻纹，是一刀一刀压出来的。能定制吗？可以，但每件作品工期不同，我们会先评估木料和工艺。成品我收，价格10万不变。可以。师傅，今天涨粉1万多，还成交10万。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愿意等一件手艺做完。那我们不能再像小作坊一样随便接单。你有想法？第一，做作品档案，见客户登记；第三，合同模板；第四，每件做拍摄制作过程，防止别人说我们造假。这些你会？我学。那满仓木造的外面就交给你。你信我？你比我懂外面的人怎么看。敢不敢公开挑战一只无钉无无胶榫某手首饰盒，7天完成，失败不收？接。陈师傅手艺看着不错，但网络直播真假的难侦，所以我们接受公开制作，全程记录。7天内完成无钉无胶榫某首饰盒，不能用金属件，不能用胶，必须直播验收。可以，但我们也有条件。你说？第一，客户先付定金，用于木料和工期锁定。第二，作品验收标准写进合同，不能临时加码。第三，若因恶意剪辑、造谣影响品牌，我们保留追究权利。你是陈师傅的什么人？满仓木作运营负责人。好，合同发来。紧张？一点点。刚才说的很好。那当然。第1天选料，第3天开损，第7天直播验收。你连我每天干什么都安排好了。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活，是满仓木作的第1场公开考试。听你的。你这么好说话？木头听我的，外面的事儿我听你的。还运营负责人，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7天挑战，我让你3天就裂。师傅，这几块木料怎么发潮了？有人动过。报警！你还要忍？不是忍，现在报警，他最多赔几块木头。那你想怎样？让他知道，毁木料毁不了手艺。这是我爹留下的。舍得用吗？手艺不能输给脏手段。我们要不要说木料被破坏了？先不说。为什么？交付之前，说再多都是借口。那我就拍。
重新开料。有些木料被浪费了，但手艺不会。这都没翻，你又干什么了？7天挑战，今天公开验收。看，大家看，边角没有胶痕，没有金属件，会议任何一根铁件。陈师傅，我收回之前的质疑，这只盒子按约定收。另外，我们想再订一套12生肖榫卯摆件，一套12件，预算100万以内。师傅，我要先看木料和工期。这也是我们继续找你的原因。100万以内，师傅，我们真的接到大单了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只是觉得我爹留下的木头没白用。那下一单，我们一起把它做好。 100万登单啊！陈满仓这是真起来了。凭什么？他真起来了，就更不会听我们的了。陈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坐。 上次您提交的经营流水订单合同，还有木料采购凭证，我们这边初审已经过了。额度呢？目前批的是临时经营授信，后续如果项目回框稳定，额度还能再往上提。还真有授信啊！银行能给他批钱，说明他流水不差吧？那之前说他没钱是谁传的？陈先生，这几份您看一下。 主要是经营用途说明，还有后续采购计划。木料款这边我不急着动，先留着周转。明白。您现在这个经营状态，保守一点是对的。听这意思，他不是借不到钱，是银行主动给额度啊。那孙家之前不是说他穷的拿不出彩礼吗？哼，现在看恐怕不是拿不出，是不想拿。银行都上门找陈满仓了。 听说还是什么授信材料、经营流水都过了。你们说谁？啊，没啥，随便说说。你们家这之前是不是误会满仓了？人家好像不是没钱。谁说我们误会他了？他有没有钱关我们什么事儿？老孙，出事儿了！又怎么了？ 银行的人去木工坊了。银行说是给陈满仓办什么授信，什么经营流水、采购计划，村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亲耳听见的，还能有假？满仓真的把生意做起来？你这是什么语气？你还替他高兴？我不是。银行找他。 不代表他就真有钱，也可能是贷款。对，说不定就是外面看着风光，实际上欠了一屁股债。可银行肯给他批额度，至少说明他不是一点本事没有。你现在倒是替他说话了。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当初为什么不说？偏偏让我们家在村里丢脸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装穷，故意让咱们难堪。 他这是想让全村看我们孙家的笑话。陈先生，后续如果需要扩大采购，可以直接联系我。您这种有稳定订单和回款记录的客户，行里还是很重视的。先按现在的节奏来。外面都听见了，听见就听见吧。不怕他们传？
让他们传一半就够了。一半？真相露太早，就不好看了。现在村里都开始改口了，说咱们当初有眼无珠。改口，他们懂什么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真让陈满杯把咱们压下去？他越想体面，我越不能让他体面。请问哪位是陈满仓师傅？我是。是非医协会，看了你的榫卯直播，特地来看看。这暗榫是手开的，手开。这么齐，不像纯手工。好手艺，几位可别被表面骗了，他最近外面有不明债务，木工坊稳不稳还两说。手艺骗不了人，作品也不会说谎。我们今天看手艺，不看闲话。陈师傅，你这工坊小，但手艺扎实。如果后续资料齐全，可以申报市级非遗传承点培育项目。真的？不过要规范。作品档案、传承记录、合同资料、制作视频都要整理，这些我来做。那陈师傅身边有个懂外面事儿的人，他比我懂。满仓木作，你不能一直只是村里那个陈木匠，你该有自己的招牌。第一，账号继续做手艺内容；第二，定制订单必须签合同；第三，每件作品都建立档案，拍制作过程；第四，准备非遗协会需要的材料。不是太多，是我没想到你都想好了。你以为我每天只会端茶拍视频？以前是我看浅了。我也是负责人。满仓木作不是我一个人的，那我就更不能偷懒了。满仓，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上次已经说清楚了。我这次不是来谈钱的。我知道我做错了。错在哪儿？你看，你又给了答案。满仓，我只是怕吃苦，我不是不喜欢你。怕吃苦没错，可你不能在我穷的时候踩我，在你以为我有钱的时候又说喜欢我。苏婉，苏婉，他误会了。你是故意让他误会。孙小曼，别再把别人当台阶。苏婉，我明天不来了，反正我也算不上什么合伙人。为什么？满仓木作现在有订单，有非遗协会关注，也不缺我一个拍视频的。缺？我不会运营，不会谈合同，不会跟客户打交道，这些都可以再找人。我最狼狈的时候是你给我送饭，别人看我口袋，
你看我手上的茧，那孙小曼呢？我会处理清楚。你不是为了我处理她，是为了你自己。我知道。你不能别一边被他伤，一边还给他留门。门已经关了。那我明天来。但他以后再进院子，我就真走。不让。我就说他心里还有你。哼，明天去，态度软点，先把人哄回来。满仓，你叫我来，为什么他也在？因为有些话，他也该听见。先稳住他，真有钱再说，没钱就算了。那是我一时糊涂。你要是真这么困难，我们可能确实不合适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熬了7个晚上，给你雕这个盒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样算处理清楚了吗？勉强合格。那明天还来吗？看你表现。怎么，我堂哥没要你？你们陈家没一个好东西，一个个都看不起我。12生肖榫卯套件合同我们看过了，有几个条件需要确认。阶段验收、延期赔付、木料记录、全流程拍摄，能做到吗？能。这套作品预算高，我们需要看到你们的管理能力，不只是手艺。这是我们做的工期表，每件作品会有编号、木料来源、工艺记录、阶段照片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陈师傅负责做作品，我负责让作品按约交付。你们分工清楚。合同通过，定金今天支付。累不累？谈合同比刨木头费脑子。你守合同，我守手艺，这一单是我们一起接的。鼠要灵，牛要厚，虎要有纹饰，龙不能用死木。所以要重新进料。贵。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不能再被人动木料。后院加锁，加监控，像防贼一样防我。让你立招牌，我看你怎么立。谁？我已经报警了。苏婉，我没事，招牌。先看手。陈满江，你站住！你认错人了。帽子遮得住脸，遮不住鞋。这不是满江吗？还真是。堂哥，我就是闹着玩儿。砸招牌、泼漆、推人，这叫闹着玩儿？喂，派出所吗？堂哥，你真报警？这次不私了。什么？满江被带去问话了？你真的不私了？他们砸的不是招牌，是我最后一点情面。
证据比较清楚，后续依法处理。满仓，满江不懂事，二叔替他赔，你跟保安说一声，别把事儿闹大。二叔，满江推倒苏婉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别闹大？苏婉啊，满江就是冲动，二叔给你道歉。招牌多少钱？二叔赔。亲戚之间别走程序。你小时候二叔还抱过你，满江也是你堂弟。我记得，所以我忍过你翻我文件，忍过满江毁我布料，忍过你们说我不懂人情。可这次他伤了人，满仓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们会依法调查。你刚才真的变了，变坏了，变硬了。木头太软，撑不住梁。人也一样。他还真敢！爸，我会不会真出事儿？他不是看中木料吗？他让我儿子不好过，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德发叔，这木料真能拉？祠堂修缮急用，伯年叔都知道。临时借料，回头结账。你们干什么？祠堂修缮临时借料，谁同意的？村里的事儿，满仓还能不同意？满仓不在，你们不能拉。你一个外人，管得到宽？那你把授权拿出来。借料单在这儿。这不是授权。你少拿城里那套吓唬人！师傅，他们要拉你的紫檀。谁让你拉的？祠堂修缮急用，你一个晚辈支持一下怎么了？我问，谁让你拉的？伯年叔知道，他知道，不等得于我同意。又不是不给你钱，等祠堂款下来，按价算给你。按什么价？哼，几根木头，你还真要算那么细？一根老榆木压料，这批料有采购单，也已经对应了客户订单。你现在拉走，耽误交付，损失不只是木料钱。德发叔，要不先卸下来吧？卸什么卸？村里的事他还敢拦？你又要报警？上次是满江砸招牌，这次是你未经同意拉我的木料。二叔，你们一家是非要一件件凑齐吗？你少把话说那么难听，我是借，不是偷。没有我同意就是偷。这次还给机会吗？机会给过了，这次按价赔，按法走。那时大家都听我的话。现在一个小木匠敢顶我了，权威还剩多少？你们父子一个砸招牌，一个明火执仗的去抢木头，净给我添乱。他陈满仓不讲情面，我凭什么讲规矩？规矩不讲，理就不在我们这边，事情就落不到我手里。陈老，项目等不了太久，别硬来，最好让他自己签意向书。让他自己签，办法多的是。他不怕钱，也不怕硬的，那他怕什么？怕被全村人戳断了脊梁骨，怕背上了断大家财路的骂名。哎，不是我们要逼满仓，是村里发展不能被一个人挡住。村里的好日子总不能因为他一间院子给堵死。可那到底是人家的祖屋，所以才要劝。咱们不是去抢，是让他明白事理，别跟全村的人心作对。师傅，村里风言风语说你挡大家财路，要开公断会让你给交代。
满仓，村里发展的大事，你先表个态度。补偿没写，手续没见，就让我签，这是意向书还是套我的绳？你就是不配合，大家都盼着项目起来，你非要挡路。二叔，你先把偷走的木料还回来，再跟我谈配合。今天说老宅，别扯别的。你们每次说大事之前，都先做小动作。苏小姐，这只是看看，看也要留证。陈师傅，别误会，只是初步沟通。钱没有，手续没有，责任也没有，3个没有，就想换我家老宅？满仓，有些机会错过了，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；有些字签错了，才是一辈子的损失。陈老，手续不能乱，必须让他自愿签。那就让他自愿。怎么让？让全村人都知道，项目黄了，是他陈满仓不配合。他不是怕被说忘本吗？如果签成了，协调这块公司不会亏待你。让全村人都知道，项目黄了，是他陈满仓不配合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他们不是谈项目，是谈怎么逼你。现在公开吗？不急，他们还没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话说绝。这份意向书不要钱，他们还会拿出来。那就让他们拿。整理资产证明、宅基地资料、证据目录。王律，要正式介入。他们要讲理，我们带规矩去。师傅，老祠堂修缮的账也不对。哪儿不对？同样的瓦片，市场价12000，他们报了38000。这些你怎么查到的？市场报价、施工公司工商信息，以前村里发过的旧公告。你这2天没睡，就是查这个？他们用祠堂修缮压你第一次，我就觉得不对。苏婉，你不是帮我拍视频的人，你是满仓木作的终生合伙人。现在才知道，知道的还是有点晚。这些够吗？不够伏法，但够让他们解释。我要的就是解释。你越来越像王律师了。我只是学会不空口吵架。波年叔，有人查我公司资料。谁查？不知道，像是年轻女的。苏婉。满仓，亲戚之间能让就让。满仓，家是根，人走多远，根不能丢。爹，我是不是太硬了？我猜你在这儿。我爹以前说，亲戚能让就让。叔叔说的是好亲戚，不是让你把家让给算计你的人。有时候我也想退一步算了，老宅旧了，项目给补偿，拿钱走人，也许清静。他们要是真诚谈，你可以考虑，
可他们现在做的是造谣、逼签、偷木、砸招牌，这不是让你选择，是逼你低头。你守的不是一座旧屋，是你爹娘留给你的体面。这次不让。明天开始，把所有证据整理成册。我陪你。什么叫签名明显不一致？鉴定怎么说？只是初步比对，又不是正式结果。爸，别再闹了。你以为我想闹？全村都说你被陈满仓拒了，说咱家上门死皮赖脸的找人家，我不让他低头，咱家的脸往哪儿放？可你有假的东西，就能有脸了吗？你现在倒会教训你爸了。是我错了，我认。可你不能再错下去。欠钱不还是丢人，可没有那借条，我脸往哪儿搁？家里都盼着我撑面，撑不起呀，撑不起呀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找陈满仓私了。满仓，咱们都是村里人，非要闹这么难看？孙叔，你用借条来找我的时候就已经难看了。还差什么？差陈伯年当众把事情做绝。满仓木作炒作，女运靠关系上位，手一甲谁知道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谁干的？不重要，这次我来。这是吴丁首饰盒从开量到验收的全流程视频记录。这是12生肖套件合同，隐去客户隐私后展示关键条款。这是非遗协会来访照片和作品档案。这是客户验收记录。陈师傅让木头开口，我负责让更多人听见。说得很好。比你会说吧？陈师傅负责让我木头开口，我负责让更多人听见。这丫头嘴真厉害。她越厉害，陈满仓越不好动。那就先动老宅。这是之前被砸的那个聘礼盒，你想修复它？不修会原庙，重雕。你没有遮住裂痕，遮不住，不如让它变成纹路。这件作品可以参加下个月的非遗展。它是碎过的，哈哈哈哈！碎过才有故事。这不只是一个盒子，是满仓木作的开始。参展！你很适合做非遗传播，好手艺怕没人懂，你能让人懂。他一直能。一个破盒子参展有啥影响？他要是借老宅做传虚所，非遗协会再一支持，周老板还怎么谈？不能等了。我先进去。他们人多，我证据也多。陈满仓，
你还真敢来？不是你们让我来讲理吗？我先说明，今天只是村民私下说事，不是村委会议，更不能决定任何宅基地、房屋搬迁事项。志国，我们就是讲讲道理。讲道理可以，别越界。满仓，村东民宿项目是大家都盼着的好事儿，你家老宅位置关键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态度。项目批复在哪儿？补偿方案在哪儿？为什么没问过我，就把我家老宅划成核心接待院？这只是意向，不是正式合同。既然只是意向，就别拿它给我扣挡村里发展的帽子。到村口，满仓，今天大家都在，你别再躲了。村里发展是大事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。有钱了就不认亲戚，这种人啊，心冷。他欠我10万的事儿还没说清呢。你谁呀？这是我们村里的事儿。王明正、陈满仓先生委托律师，今天可以讲理，前提是讲的是理，不是逼迁。律师来了，也得听大家说话。当然，陈满仓，你吃村里的水，走村里的路，现在让家为村里让一步，怎么就不行？你小时候二叔还抱过你，现在为了几块木头一个宅，你连亲戚都不认。还有我那10万块钱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签了，项目往前走，村人都念你的好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项目黄了，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怎么，你也准备拿材料吓唬人？这是相亲饭局那天被摔碎的聘礼盒，这是被陈满江砸碎的招牌。他们说是借，没有签名，没有数量，没有价格，没有归还时间，这叫借。村里传我穷，传我欠债，我没解释。招牌被砸，木料被拿，我也给过机会，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的体面砸碎，现在又要我笑着把老宅让出来。你少在这煽情。那就不煽情，放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们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里面都有。接投影。年轻人没本事就别硬撑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以前说的话，现在就不算了。二叔，能不能借我5000块买木料？你一个年轻人，有手有脚，不能一有困难就找长辈伸手。原来寿宴上是这么回事儿。之前不是说满仓不给亲戚面子吗？我那是教育晚辈。我只是借5000，你们今天让我让老宅，彩礼、房子、车子，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。你要是真这么困难，我们可能确实不合适。我有钱才配谈，我没钱就不合适。谈婚事本来就要看条件，那借条也要看证据。关于孙大海先生所称10万元借款，陈先生已保留借条照片、谈话录音，并启动笔迹鉴定流程。鉴定就鉴定，我怕什么？如果涉及伪造，性质就变了。银行的人怎么也来了？刚才说的是你们怎么传他欠债，现在说他到底有没有钱。经授权核验，陈满仓先生账户资金来源合法，经营流水稳定，其中一笔合法继承资金金额为1200万。
你真有钱？是。你有1000多万，还在寿宴上问我借5000。我想看看，我穷的时候，谁还认我？你耍我！我是你。满仓，那都是误会，嫂子就是嘴快，听别人了几句。你的随口，别人付的是真钱。你没想到后果，是因为损失不在你身上。有钱也不能说明他没欠我钱。所以笔迹鉴定会继续走，时间、地点、来源、见证人，后续都需要配合说明。他有钱更该回报村里，老宅让出来，项目做好了，对大家都好。回报村里，我愿意，但不是把我家老宅交给一份不清不楚的意向书。这种文件，不建议任何当事人在压力环境下签署。现在说老宅，陈先生老宅相关资料齐全，村镇档案能对应，资料这么清楚，你们为什么还敢把我家划进项目图里？德发儿子还等着项目上给个活路，翠花那边退单被人追着赔钱，你们急我知道。您放心，项目方不会亏待协调人。越是这样，越得让村里人知道，项目黄了是因为陈满仓不配合。那只是闲聊。是否涉及不当利益往来，会由相关门判断，我们只负责提交材料。我是为了村里发展呐。如果是为了村里发展，为什么不公开方案？为什么不先问权利人？为什么让我在祠堂里当着所有人的面签一份补偿不清的意向书？今天这不是正式村委会议，也没有处置任何房屋和宅基地的权利。这份私下意向书不能作为强制依据。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手续不合法，方案不公开，意愿不真实之前，我的老宅不卖、不签、不搬。明白，项目我们暂停沟通。已经发布的宣传图也请撤回，并保留记录。撤回，马上撤回。我不是突然变有钱，我是突然看清了，谁没把我当人。相关视频证据我们已经接收，后续会依法调查处理。真来啊！陈满江，关于毁坏招牌、损坏木料、推倒苏婉女士一事，你需要继续配合调查。我就是一时冲动，冲动不是免责理由。满仓，满江是你堂弟，堂弟也不能砸我的招牌。陈德发，你也需要配合说明。关于未经允许进入木工坊、搬走木料一事，我就是借点木料，你没说借，也没还。孙大海，借条问题等待鉴定结果，若涉及伪造，将依法处理。说法可以要，但不能伪造。关于不实言论造成经营损失，我们将主张删除、道歉及赔偿。我删，我现在就删。删是第一步。满仓，二叔错了，满江还年轻，你不能真毁了他呀。堂哥，我赔，我都赔。赔偿可以谈，责任不能免。满仓，我已经删了，也道歉了，都是亲戚，真要算这么清？退单损失、客户沟通成本、公开道歉内容都要算清楚。你造谣的时候，没把我当亲戚。满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断绝血缘，而是陈先生声明不再接受无理经济索求和情感绑架式往来。简单说，以后别再拿亲戚2个字要挟我。血缘不是吸我血的理由，情分也不是抢我家的借口。不轻松，但干净了。这裂纹是故意留的吗？不是留，是把伤口雕成了翅膀。陈师傅，听说这件作品原本是一个被砸碎的聘礼盒。是。为什么不修复成原来的样子？裂过的东西装不成没裂过。
不如让裂痕有用。这件作品好，不止在工艺，它把个人经历、传统木作、当代表达结合起来了。这个故事太有力量了。满仓，他原来真的这么好看。以前也好看。我以前只觉得你穷，现在才知道你给我的东西不便宜。都过去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？恨过，后来忙着做木头，忙着守老宅，忙着把日子过好，就没空恨了。你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也好好过。再见，满仓。再见。苏小姐，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你总站在陈师傅身边，有人说你只是他的助手，你怎么看？那他们可能没看后台。满仓木作的账号是我搭的，第一份合同是我谈的，作品档案、直播流程、客户验收、非遗申报材料也是我整理的。他让木头开口，我让更多人听见。传习所材料我看了，还缺什么吗？缺一块正式牌子。上次那个盒子是我给错人的体面，这次不是感谢，是想跟你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。只是走木作这条路，也过日子的路。陈满仓，你求婚都像谈订单。那我重新说。不用，你说过的院子、木坊和日子，我接单。师娘，谁教你们这么喊的？紧张吗？第一套大订单得送好。今天我不在，练刨木，刨多少遍？刨到你觉得差不多了，再刨10遍。回来后，传习所第1期课程可以正式开了。好。你以后会不会后悔？后悔切开那些关系？会难受，但不会后悔。我以前以为家是血缘，烧皱重新谈嘛。师母送你这个温暖的温暖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家是有人在你被全世界看不起的时候，还愿意给你送一碗热饭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的家人，我自己选。